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感谢你今天点开我的频道，我是在澳洲很闲的雅翰。今天呢，这一集呢是雪梨快闪一日游。那雪梨一日游究竟可以去哪里呢？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旅行吧！耶、出了机场以后啊，我们现在抵达的是 Train， 就是火车站。然后因为我很久没有回来雪梨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火车站在哪里。刚才就跟着标志走，我觉得雪梨变得好多哦。看起来前面就是火车站了，那我们赶快下去吧。那在雪梨这边主要的交通啊，是使用这张叫做 OPPO 卡的卡片，然后用着它呢，就像我们台湾的悠游卡一样，然后你可以到处去这样子。如果你没有 OPPO 卡，然后也不想买的话，在我后面这边有一些机器，然后这些机器呢也是可以单程的买车票，只是这样子的话就不划算，因为 OPPO 卡它每天会有个上限，然后假日也会有折扣，你可能就使用不到那个折扣，有点可惜。那有一些朋友呢，然后他可能去一些城市啊，会有收集交通卡的兴趣，那也不用担心，在这里呢。车站前也可以买，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。前面这里呢就是买 OPPO 卡的地方，在这里。但是呢，它的缺点就是一次至少要加值40块钱。你可以看看你的旅行需不需要花到40块钱这样子，如果划算的话就可以买了。像我们如果现在要搭火车啊，然后如果你不知道搭去哪一站的话，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是 Central， 就是中央火车站，在这里 CENTRAL Central， 然后它通常都是搭这个 City Circle， 就是城市环状线就可以抵达这个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等火车，很快的就抵达了。我们现在抵达了雪梨的 Central Station。如果你来了雪梨的 Central Station， 然后手上又拿着大行李，不想要拿着大行李逛街的话，要怎么办呢？这里有一个很好、很方便的服务，就是出了大厅之后呢，然后直接走到左手边的这个角落，这里有一个 baggage storage， 它可以让你寄放行李，然后我记得是1小时，还是以天计费的，忘记了，有需要的人可以使用。在雪梨 Central Station 啊，又有一个非常符合我们频道的都市传说。在很久以前，其实这里这一大片都是公墓区，没有错，就是买西兰骨头的那种公墓区。后来呢，在政府啊决定变成了 Central Station 之后，他们派了人，然后把这里面的骨头呢全部都把它挖掉。但是呢，唯独在26号跟27号月台呢，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挖干净，因为骨头实在太多了，他们埋得太深了。结果呢，就一直造成了26号跟27号月台有闹鬼的传闻，以前还有开闹鬼旅行团之类的让人参观，但近几年来呢，听说变成变电箱区了，所以就不了了之。那让我们前往下一站吧 ，Let's go！ 下一站呢，要让我们从 Central Station 搭火车到 Milson Point， 干什么呢？爬雪梨大桥，看歌剧院。对，没错，现在在我身后的这就是雪梨大桥。很多电影里面那个大怪兽都很喜欢消灭的那个雪梨大桥，那我们今天来走走看会不会有怪兽出现 ？Let's go！ 雪梨大桥呢是世界上第10名的拱桥，除此之外呢，它也是全世界最长的金氏纪录级的钢铁桥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这边有很多网王，然后而且那个网王上面甚至还有刺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很多人跳下去自杀，所以雪梨的政府呢就在这里设置了这个网王，而且呢除此之外还有监视器，然后还有 security， 定时的就是安排巡逻，避免再有人跳下去。那雪梨大桥呢有没有故事呢？有，当然有，而且还不少。除了我们刚才说那些自杀跳下去的人之外呢，这个桥在建造的时候啊，就死了16个人，有一些人是落水，然后有一些人是发生了意外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3个人呢是神秘的失踪，到目前为止尸首还找不到。有人说呢，他们卡在很难找的地方，也很难取得的地方，所以就干脆把他们放在了那里。那究竟在哪里呢？就不得而知了。OK， 现在在我们前面的这个地方呢是雪梨歌剧院，什么废话是吧 ？OK， 在它后面呢有一艘军舰的那个地方呢，这个地方是雪梨的军舰港，然后在这个圈圈的这里呢是皇家植物园，然后在旁边这里呢，大家可以往旁边看，这里是 Security 火车站，然后在这里呢是岩石区 The Rock， 我们再转到另外一边。对面这里呢是
澳洲首相住的地方 Kirribilli。然后每年跨年的时候啊，不管是 Kirribilli 还是皇家植物园，然后都是很 popular 的热门景点哦。沿着雪梨大桥走下来之后呢，我们会进到了 Rocks 岩石区。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区域。经过了岩石区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走到歌剧院。那 The Rocks 这边有没有故事呢？有，而且还不少。如果说雪梨有前10名的排行闹鬼区的话 ，The Rocks 绝对在前5名。在英国刚流放罪犯过来澳洲的时候呢，雪梨的 The Rocks 站了非常多人在这里，包括以前的旧监狱。除了监狱之外呢，还有一些水手啊、低阶的工人啊、妓女啊，他们全部都是在 The Rocks 这边附近游荡。那这个时候也造成了不少的问题，包括犯罪呀，或是谋杀呀，然后各式各样的故事层出不穷，造就了这边呢有一丝那么的传奇的色彩。不过现在的 The Rocks 啊，已经变成了一个观光区了，每到6日呢，都会有很热闹的市集，然后欢迎大家来看看。我现在终于抵达了雪梨歌剧院。雪梨歌剧院有没有大家想知道那种故事呢？答案是没有。雪梨歌剧院出乎意料，其实还蛮干净的。那真的要说的话呢，它的故事大概是关于它的设计师。它的设计师乌松呢，其实是一个斯德哥尔摩人。那他在盖的时候啊，他的草图其实是意外的入选的。他本人其实是一个家具设计师，跟建筑设计师没有半点关系。所以当他入选的时候，他自己应该也很 surprise。OK， 他入选了之后就被请到了澳洲这边来。那他当初的理念其实是几个雪梨姑娘。雪梨姑娘为什么变成这样，我也不知道。但另外一个说法是说是橘子啦，还有人说是帆船。那总之呢，他意外的入选了之后呢，然后来到了澳洲，因为他自己本身建筑的经验不高，然后加上这个东西啊，边盖边花了超级多钱，然后盖到一半的时候停工了。停工了之后呢，又换了另外一个设计师。那本来的这个设计师乌松呢，一气之下活到了80几岁，然后这中间都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这算是一种 keep up 吧。现在是大概中午12点左右，我们早上9点从 Central Station 出发，然后到了 Milson Point 爬雪梨大桥，然后刚才还去逛了 The Rock 市集。现在12点到了雪梨歌剧院，那我们继续前往下一站 QVB。另外 ，by the way， 我觉得雪梨歌剧院的那个怎么讲？近看的时候，它的瓷砖其实长得很像厕所的瓷砖啦。但据说当初那个设计师啊，他是以日本的清水瓷砖为 idea。哪来的清水瓷砖为 idea 呢？接下来我们要搭轻轨前往下一站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啊，是雪梨的 The Standard Arcade。这个地方呢，是一条很古老的购物街，在当初建造的时候呢，它被誉为成殖民地最漂亮的公共的走廊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它经历了2次世纪大萧条，然后2次世界大战，还有2次的火灾。那厉害的是，听说现在的店面啊、配置啊，跟火灾前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看来他们真的很努力在修复这件事情呢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 QVB Queen Victoria Building。这个地方呢也非常的神奇，看起来呢非常欧式的外观。它当初是由爱尔兰人所建造的，那个时候刚好是流行这种建筑物。但是后来呢，因为经历了经济大萧条，颓废了一段时间，之后呢又被马来西亚的华人商会给接手。接手了之后呢，神奇的是，接下来股份又被新加坡人给买走了。最后呢，现在是香港人在经营。真的是一个漫长的故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的地方是雪梨的唐人街。雪梨的唐人街呢，是全南半球最大的唐人街。当然啦，雪梨这个地方呢，除了市区这个 Chinatown 之外，它还有 Chatswood、Burnwood、Eastwood、Hurstville， 反正雪梨的华人挺多的，我只能这样子说，不止这个唐人区。
那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呢，是它其实以前一开始的时候，很久以前，我还没有出生的日子，那个唐人街并不是在这里的。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们刚刚去的那个 Red Rock 区，然后它后来慢慢迁移到了达令港，就是怡园那里。那后来呢，又最后挪到了这个地方，选址在了这里，还蛮长的一个历史这样。那我觉得唐人街呢，最棒的地方是很多好吃的店面，就是当你不知道吃什么时候来唐人街准没错。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逛逛吧 ，Let's go！ 说真的，这几年唐人街啊变化的也非常的大，多了很多店。这条手道啊一直让我觉得很神奇，上面有很多可爱的小天使，然后墙壁上也有很奇妙的绘画，从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。以前唐人街礼拜六的时候会有夜市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来都没有看到，我有点 surprise， 但我也找不到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走过去另外一边。这个地方呢是唐人街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，然后叫做 Market City， 又叫做 Paddy's Market。那它特别点在于，它里面卖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杂货啊，或果礼品店啊什么之类的。带大家来瞧一瞧，如果来了雪梨不知道去哪里买回锅礼品，买一些杂七杂八便宜货的话，可以来这里看看。首先是按摩，便不便宜不知道，好像还蛮便宜的，跟阿德比好像还算便宜。这边都是一些回锅礼品，雪梨帽 T， 这也是回锅礼品店。我之前有一次回国的时候买一堆这个。它是什么？回力镖，对，但是飞不回来。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雪梨的达令港。为什么叫达令港呢？因为这里以前有一个总督，他的姓叫做 Darling， 所以呢这里叫做达令港。这里很特别的地方是，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来一日游。原因是因为它离市区很近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就是如果你只要搭火车到 Central Station， 然后你换轻轨或者走过来呢，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。来了这里之后呢，这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玩。首先呢，这里这一栋呢是 ICC Sydney， 它算是像台湾的那个世贸中心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 IMAX， 这一栋 IMAX 呢是雪梨最大的电影院。接下来我们往旁边看，这一排呢，这边呢全部都是餐厅，然后有一个转角这边有一个晚上会咚吱的这一栋夜店。OK， 再往这边看，全部都是餐厅，还有高级游艇区，然后一直到了大概是这个地方左右吧。来雪梨一日游，不知道去哪里，来达令港准没错，绝对可以耗上你的3/4天，甚至是整天。例如呢，这里蓝蓝这一栋呢是雪梨的水族馆，中间这一栋呢是蜡像馆，在旁边呢这里还有一个 Wildlife 是小型动物园。此外呢，后面这个地方走过去呢，还有一个是雪梨塔。这4个地方呢常常会在网络上卖套票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转过来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是新开的这一栋尖尖的新开的赌场。旁边这里呢是澳洲的海事博物馆区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军舰，然后跟海事博物馆都是常年在展出的。如果你今天有经费，然后加上一日游不知道干什么的话，是一个还蛮好的选项，可以自己网络上搜寻一下。那像达令港这样的地方呢，有没有我们观众喜爱的故事呢？答案是有的。在很久之前呢，达令港这边呢是一个破旧的码头，有很多的码头工人在此赖以为生，所以呢也发生了不少斗殴，甚至是斗殴致死的事件。那其中最有名的呢是在达令港旁边有一个叫做怡园的地方。怡园呢，它的前身其实是全世界第1个冷冻工厂。当时呢，这个冷冻工厂的规模非常的大，但是呢有一天意外发生了，它的氢气罐爆炸了，因此死了好几个人。那个工厂呢也 say goodbye 了。say goodbye 了之后呢，那也就被夷为平地，变成了现在的中国园林式花园怡园。那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呢，是在这边呢，以前在还没有这么繁荣之前啊，它其实是一个帆船圣地，吸引了不少的帆船好手前来。其中有一名帆船好手呢，因为他的缆绳打结了，他就跳下去，然后想要解救他的帆船。那个时候雪梨还没有设置防鲨网，于是呢，他就被鲨鱼给一口吞了。
默哀，这是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。总之呢，我只要说，我觉得现在的达令港很漂亮，世界这么大，怎么可能没有故事呢？是吧？现在人们也逐渐忘记这些故事了，但依旧记得达令港的美好。那么就让我们前往下一站吧 ，Let's go！ 我们现在来到了晚上的达令港，现在人超级多的，因为现在9月刚好有灯光秀，是无人机的灯光秀，然后所以很多人从1个小时前就开始等了。那究竟会是怎么样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。我之所以会开始介绍雪梨啊，是因为一方面来旅游，另外一方面啊，是因为我之前在这里住了一段非常久的时间，大概有5、6年吧，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城市。我希望看完这个集影片的你啊，可以跟我一样喜欢上这个地方。然后喜欢我的影片的人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还有留言，让大数据知道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。拜托拜托，我会很感谢你的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Welcome to Australia.